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和狗有关系的短语吧。其中有一些呢是在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的网络词汇。其实在中国和狗有关的短语呢非常的多。那今天我选择了几个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常用而且比较有意思的短语。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越到后面的短语呢，我觉得是越有意思。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中级水平的中文学习者，并且呢，你也在寻找最自然、最纯正的中文听力材料，那我相信我的视频一定是你非常不错的选择。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把它分享给其他的中文学习者吧，谢谢你。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短语呢是狼心狗肺。其实呢，它是一个成语。从字面上看呢，就是狼的心，狗的肺。其实呢，它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像狼或者像狗一样的残忍凶狠。但是现在呢，我们经常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用来形容一个人没有良心、忘恩负义这样子。就比如说，最近我有看到一则新闻，他是说有一个中国女生，她在西班牙留学，然后她的爸爸呢省吃俭用，每个月寄给她1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但是呢，这个女生完全都没有体会到爸爸的辛苦，爸爸赚这些钱非常的不容易，经常大手大脚的花钱，并且呢，经常超支，要问爸爸再拿钱这样子，然后呢，还经常在网上辱骂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每个月，由于经济的原因，只能给他1万元人民币。那他还在网上辱骂自己的父亲，还说出如果你养不起我，为什么当初生下我这样的话。所以呢，有很多网友就用狼心狗肺这个成语来形容他。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短语呢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大家都知道象牙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那狗呢在这里是贬义的。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狗非常非常的可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的很多和狗有关的短语呢都是贬义的。那在这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意思呢，就比喻一个人说话不太好听，然后有的时候说话比较刻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现在这个短语呢，就是经常就是被用来开玩笑或者调侃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老板呢对你不太的友好，然后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可能他说了一些话让你觉得有一点难堪，让你觉得不太舒服。那事后你跟你的朋友抱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啊，他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当然，这个短语不要在你老板面前用，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被炒鱿鱼。顺便说一下，炒鱿鱼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短语，意思就是说丢了工作。你可以说啊，我被炒鱿鱼了，就是我被公司 lay off 了，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狗屎运。你们知道狗屎的意思，就是狗的大便。那如果你出门踩到狗屎的话，一般就是太糟糕了，运气太不好了。但是呢，在中国偏偏狗屎运指的是好运气。那这种好运气呢，一般是无法预期的，然后是偶然发生的，就是你突然之间得到了一个好的机会啊，或者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称为走狗屎运。那狗屎运呢，可以用在就是
有不同的用法，就是如果呢你用在自己的身上，一般呢是有一种谦虚的表达。那比如说你考上了中国的北京大学，你们知道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嘛？那你的同学可能就会很羡慕的说，哇，你考上北京大学真的是超厉害的。那你就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说，哎呀，没有什么厉害啦，就是走了狗屎运而已，就表示我是运气好才考进北大的。那如果这个短语用在别人的身上呢，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妒忌的意思。那你可以说Michael 真是走了狗屎运，他长得那么难看，而且又没有钱，竟然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就是这样。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短语呢是狗血。当然在这里狗血不是它的字面意思，狗的血并不是这个意思。它呢是用来形容就是电视剧的情节被反复翻拍，然后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看了这种情节，看了这种故事非常多遍了，但是呢这样的桥段，这样的情节仍然在不同的电视剧当中出现。那么这样的剧情，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称为是狗血。然后呢狗血还可以用来形容那种非常假的、非常夸张的表演方式。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用狗血。那么为什么会用狗血来形容这个呢？我是听说在上世纪的90年代，香港电视剧呢，它拍了很多和捉鬼有关的题材。那每一次当有人中邪，然后他们就会撒狗血来驱邪。那什么是中邪？中邪呢，就是在中国我们认为是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一些鬼，它进入了你的身体，或者进入了你的房间，然后它控制了你。就是使你的行为不再像正常人，你可能会做出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那这个我们称为中邪。那驱邪是什么意思呢？驱邪就是使用一些方法让鬼离开你的身体，让鬼离开你的房间。那这个就是驱邪。那在香港的电视剧里呢，他们一种驱邪的方式，他们总是用一种驱邪的方式，就是撒狗血。那所以呢，之后撒狗血这个狗血这个就被用来形容毫无新意的电视剧剧情或者是电影的剧情。那比如说在中国的电视剧里面，一个人如果听到了一个噩耗，那一定他手上的茶杯或者手上的碗会掉在地上碎掉。这个呢，用来表示这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非常的震惊，非常的痛心这样子。然后，如果你们看中国电视剧的话，可以注意一下，真的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很多电视剧里面都会有这样一个片段，就是手里的碗或者茶杯掉在地上碎掉，你们可以注意一下。然后呢，现在狗血也会用来形容某个就是故事情节非常的夸张或者非常的不可思议。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同事在跟你八卦另外一个同事的一件什么事情，可能是他的风流韵事之类的。那他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故事非常的曲折，非常的不可想象，或者是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说，哇，这也太狗血了吧。你就可以这样用。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呢是单身狗，还有一个是狗粮。为什么把这个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个是有联系的。单身狗呢，指的是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但是仍然是单身的这样一群人。
那单身狗一般呢是用来自嘲的。那狗粮是什么？狗粮是就是在单身狗面前秀恩爱，这个是狗粮。那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如果你有朋友，他们是一对情侣，你在你面前，如果你是单身，那他们在你面前秀恩爱，那你就可以自嘲说，今天我吃了很多狗粮。或者呢，你也可以对那对情侣说，请你们不要再撒狗粮了，好吗？就是意思说，你们可以不要再在我面前秀恩爱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短语呢，就是这一些，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请记得给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你也可以给我留言，试试看使用今天学到的这些短语。你们的每个留言呢，我都会回复。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